嗨，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1+1和99健康嘎的双频道同步直播时间。那其实我们今天要讲到，就是很多人到年底哦，尤其现在快过年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大家可能会想到说，明年会不会轮到好运呢？那有很多人会问说，2026年会不会翻身啊？比如说你正在低谷，或者哪一年比较适合换工作或创业？我想呢，这些关键字最近在网络上哦，搜索量明显会增多。那有人说景气是循环的，也有人说是命运啊等等的。2026年很多人在讲这些啊，比如说2066年真的适合冲一下事业吗？或者有些人会尽量建议他不要太大的变动，反而更容易，比如说有一些破财啊等等这一些问题。那所以呢，这一集我们要告诉大家，不是要告诉大家过年会不会中乐透，不是哦，而是要帮我们告诉你一件更实际的事情，就是找出2026年你到底应该要加速还是要踩刹车。如果呢，您正准备要换工作，或者是创业、投资等等，或你只是单纯想知道明年会不会翻身，那这一集呢，记得看到节目的最后，帮我们先订阅一下，开启小铃铛。好的，赶快欢迎今天的嘉宾是波平空间身心灵疗愈师山川老师。山川老师你好。你好，啾啾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想今年快要到过年的时候，很多人就想知道我们到底2026年是不是翻身的一年？其实山川老师不仅仅精通一些风水啊，还懂得生命灵数。那生命灵数到底是什么呢？或者是当我们走到，比如说我们人走到一个不同流年，大家都听过流年，牛年到底是什么？那其实当我们走到不同流年的时候，就会迎来不同的命运。所以我想今天呢，就请山川老师帮我们解惑一下，比如生命灵数什么，流年是什么？然后很多人想知道怎么来计算自己的生命灵数跟流年。山川老师。你好，所谓的生命灵数，它是从希腊传过来的。那它是希腊的古代的哲学家跟数学家叫毕格拉斯他发明的。那其实在古代，它这也是算一种大数据的统计学，所以它的准确度是蛮高，就很像我们中国的紫微斗数一样，就是大数据统计，所以它的精准度是还蛮高的。对。那我们要对，就是我们的生命灵数的话，要先你要知道流年之前，你要先学会算你的生命灵数。OK， 对，好，那今天老师会教我们是不是？对。好，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怎么样计算我们的生命灵数，怎么做呢？就是有那个大家看一下那个荧幕的图片。OK， 好，这是一个样式，对不对？对，就是我们的西元的国历出生年月日，然后一个数字一个数字的加，然后加到10位数，再加到个位数，这个就是你的生命灵数。现在比如说这个1999年2月3号，那我们就1加9加9加9加2加3，这样子就是我们的生命灵数。那这个这个3还要再互相是不是个位数相加？是这个意思吗？对，就是它虽然33是10位数嘛，所以还要再加到个位数。OK， 好，那所以生命灵数就是6，这样子。对，这个生命灵数就是6。可不可以再给我们看一下？导播可以再给我们看一下那张图卡。好，那张图。好，那我们算出来我们的生命灵数，对不对？那比如说这样子算出来之后呢，我们还有什么特别？就是要怎么去分析呢？这个生命灵数它就是算到个位数的话，这个其实它并不是代表你的个性，它主要是代表你的人生的课题。然后你这辈子该做什么事，然后老天爷给你什么样的使命，然后你必须去完成。所以你这辈子会遇到很多这方面的课题要去解决。所以就是说老天爷给我们有一些，就是在我们出生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些指导，然后它会放在我们比如说生命灵数里面。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刚才提到流年呢？流年又是跟这个生命灵数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区隔？流年的话要看一下，它有另外的公式，就是看一下那个下一个图片。好，可以解说一下吗？就跟刚才一样的这个，这个是那个生命灵数的那个表格啦。
对，来生命灵数我们要怎么看？刚才算到对这个，嗯，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表格啦，就是我们生命灵数的分析表，主要有它的西元的出生年月日，然后的数字，然后还有出生月跟出生日嘛。好，出生的年月日，然后还有他的生日数，然后还有天赋数，然后还有生命灵数，还有星座数，全部的数字就这一些。对，是，所以那个就是我们整个生命数的命盘是要这个全部都要看的，然后在底下的这个9宫格里面画圈圈，就是它的有那个数字就给它画上去这样子。对。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是1就要画一个1，然后9，刚才那个案例大家还记得1999年2月3号，所以我们要画19992跟3，对，是不是对 ？OK，这个然后算出来这个图片就给大家可以记下来，然后自己画看看。回去可以自己画看。比如说像我们刚才现在有一个观众在，他是 Android 10，对不对？Android， 你说你的。他说他的数字是5，所以他算出来是5，然后他也要按照您刚刚提到的，比如说1999，然后2跟3加起来3跟3，然后3跟3再加6，所以他要把3跟3画上去吗？不用，对不对？只要画6，对不对？刚才的这个算到10位数的时候，它就是天赋数，然后算到个位数的时候才是生命灵数。所以对，然后他的生日数就是他当天的生日几号就是几号。对 ，OK， 好，那我们再看下一张图片啊。好，我们再下一张图。嘿，这边就是教大家算那个流年。对，流年。以前我们都听说流年，还不知道说，这个流年到底什么意思？现在真的是要了解一下，这个流年要到底怎么算呢？流年就是我们的出生月跟出生日然后加上当年，就是今年。对，比如说它上面有写那个就是2026加上2月加上6月2号加0嘛0200，它这个0203等于是2月3号。0203有点小吧，那个字有点小。为什么还要0呢 ？OK， 就是2月3号加2加3。哇，这个数学就等于15，然后再1加5就等于6，所以它的流年就是6。所以这其实很简单啦，就是你的出生的月日，然后加上当年，就是现在是西元几年这样子。但是它这个流年必须是从你的去年的生日到今年的生日为止，这段期间叫流年。去年的生日跟今年的生日为主。OK， 所以我们就是说去年的生日到对，不是去年的生日到今年的生日这段期间，就我们叫做流年。去年的生日到今年的生日。好，那我们知道这个算就是算今年的流年。好 ，OK。对，然后如果说你的今年的生日过后的话，就是下一年的流年了。明白。所以它可以算不同的年份的不同的流年。所以刚刚那个样本啊，我想其实大家可以就是算一下，如果你有纸笔，或者你可以自己稍微，因为数字很简单嘛，都个位数跟10位数。对。那比如说 Andrew， 你刚刚算到是5，好，那我们重点来了，我们也算出我们的生命灵数，也算出我们流年之后，所以就要请教一下参川老师，哪个流年的人因为大家都很希望自己，比如说财运很强啊，我们自己做事会不会顺利啊，是不是换工作啊？首先问问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哪一个流年的人财运最强，最容易在今年就是生日这段，就去年生日到今年生日最容易赚大钱呢？通常生命灵数它的流年的数字也是只有1到9，它没有0，对，所以它都是很顺序，就是1、2、3、4、5、6、7、8、9，是，然后每个人都是一样1、2、3、4、5、6、7、8、9，只是因为你的出生年月日不同，所以它的排列程序就不一样。是，对。那我们然后通常我们走到流年8的时候，就是我们财运最旺的时候。我们把那个图卡上来，是不是比较能够好解说呢？就是刚才的那个图上来可以比较好解说。可以啊，可以啊。对，是不是这个？就是这张吗？你这底下它有
有教你算流年嘛？对，然后比如说今年的它是流年6啊，那个就不是财运最好的时候。哦，但是你就是要算出来你的今年刚好是8的时候，就是财运最好的时候。所以数字是8，财运是最好。那比如说因为8听起来真的很像，因为很多人都说，哎，我们对，很多人手机要666啊，888啊，那流年8可以发财。那举个例子好吧，请老师帮我们举例一下哈。比如说流年7呢？流年7的话，它在西方叫 lucky 啦，就是你可能会稍微幸运一点，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合作产生，或者是人家找你投资之类的，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合作跟金钱交易产生。那一年的话，就是会比较辛苦，要去打拼的，对，所以那一年我们通常叫辛苦年。是，那除了我们刚因为为了钱去打拼嘛，所以7的话就是代表说会比较辛苦一点，但是你的辛苦会有代价的，因为7之后就是8了。明白。对，先苦后甘。所以如果算到你的流年是8，那就祝福大家今年可以非常的有财运。那如果是所以你在7的那一年你会很忙得要死。就非常忙碌。那如果说因为为了你的8的那一年的收获是啊。那如果说我们只是到1啊或什么的，就是除了7跟8之外的，那是不是也有不同的代表呢？你现在是你再讲一次。就是说我们刚刚讲7跟8嘛，流年走到8是会有财运。那刚刚讲到7，因为7之后就是比如说我们会比较辛苦的工作，但是到8我们还是会很顺。那如果是比如说到9啊，或者甚至才1啊这样子，它是不是代表着不同的流年的一个运势啊？对。我刚才我还没有，刚才那还没有讲清楚啦，就是我们那个生命灵数里面总共有3年，它就是跟紫微斗数一样，就是我们讲人生10大运。就是对吧？我说的人生10年一大运，对，对。然后10年一大运的话，就是在你的流年数的6、7、8这3年是最旺的时候。所以如果大家算到是6、7、8的时候，可能就稍微的要小小的欢喜一下，就是可能对，因为这10年就是你这6、7、8就是你最近这10年里面运气最好的时候。是不是只有泛指财运呢？还是比如说有其他的运势也是落在6、7、8这个数字上面？因为6它就是我们讲的贵人数啊。所以你在6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贵人啊，或者是亲朋好友是你的贵人，就是靠近你，然后帮助你。所以6的那年你的贵人桃花会很旺。对，那人家可能会帮助你，或是投资你，所以你可能就会有一些新的事业啊，或者是开公司、开店、创业都有可能。所以流年嘛，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6、7、8，然后就是你的运势是比较顺遂的这3年。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讲到财运，对不对？那么桃花运呢？我想就是桃花运听起来有一点点好像很奇怪，但是其实它是泛指人际关系，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后来我稍微了解了一下，原来桃花不是只是泛指说男士跟女士，它是代表你的人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所以很多在命理学上面叫桃花嘛。那桃花运呢，其实也是大家非常有兴趣的所以老师请教一下，哪些流年的人在2026年的他的桃花运啊，甚至桃花是特别的旺呢？老师可能网络不小心下去。我想其实今天刚刚 Andrea 有在问就突然来个运势的讲解，我想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要讲运势的讲解。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健康啊，比如说健康其实除了我们的生理机构，我们的机能健康之外呢，我们的心灵健康，其实 WHO 也提到了，我们的心灵健康也是
我们整体健康来看是一个很重要的身心灵。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其实我们一直过去都没有谈到，就是我们的财务健康。其实财务健康呢，也在我们整个的健康里头呢，是一个最大块的，就是说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我们的财务只要财务健康的情况下呢，我们的身心灵其实也是健康的。所以我觉得特别要跟大家讲说，为什么我们今天突然来一个运势讲解。那当然因为快过年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比较轻松，我们从另外一个轻松的角度来谈一个健康，然后同时也给大家带来一些明年大家会怎么样呢，给大家有一些相对的可以去做一些参考值的内容。好，那来了，那个三川老师您回来了。你好，不好意思，讯息太多，不好意思。好，那个桃花旺啊，哪些人的流年在2026年是走桃花运，会桃花特别旺呢？通常桃花流年的桃花有2种，一个就是流年2，一个就是流年6。对，那2的话就是谐音的话，就是我们讲的乐嘛 ，LOVE 乐。所以流年2的时候，你会人际关系会很向外拓展，然后你的交际应酬会很多，就是人缘会越来越旺，那一年就人缘特别旺。所以你也会交到一些就是认识一些新的伴侣之类的。对，但是通常流年2的话，我们是叫小桃花。小桃花是什么意思？流年2的小桃花它就是短暂的恋情。短暂的恋情就是烂桃花吗？你有发现有类似，就是有的人他会不会就是经常交了这个又换下一个这样，那就是因为他都是在流年2的那年交的。好如果说他是在另一个我们讲的流年6的时候交的话，那个就是贵人桃花，因为那年是贵人运最旺嘛。对，是，所以那一年的话，你会遇到比较适合的伴侣或者是理想的结婚对象。所以2跟6还是有一点不一样，虽然都是属于走桃花运就是有好的人际关系，但是2跟6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那说到这里呢，说到好运啊，我想在这边来做个插播，因为最近有件事情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常年旅居美国的分子生物医学科学家，他叫薛水福。他呢旗下领导的这个研发团队啊，拥有超过300位的这个专业科学家。然后他在台湾呢，最近神韵在台湾演出嘛，他去台湾的神韵艺术团的演出现场，他看完神韵之后，他说整个人是浸润在佛光的能量场里面。那因为很多人看过神韵的演出的观众，看完节目之后，身体的病痛获得舒缓。那薛水福科学家呢，他就解释说，为什么这些观众在演出之后身体的病痛可以获得舒缓。他说因为能量沟通是很快的，主要是因为负能量已经马上解掉，瞬间就没了，所以来观赏就希望你的身体心灵当下可以疗愈，然后病痛能量已经减轻很多了，这是他说的。而且洗涤完毕之后，他感觉很开心，2个眼睛，他说他自己的感受，2个眼睛都亮起来了，那个当下就整个都亮起来，负能量已经轻了一部分，真的是这样。然后酸痛啊病痛也会比较缓和，不然累积下去就像尘埃一样，累积下去一定会生病。然后他说到这个看完演出之后身心灵被洗涤是一样的道理，他说会变好运为什么呢？因为生命完全都靠能量，只是正能量或负能量而已。而且他强调，因为他是科学家，他说我现在是用神经科学来解释，所以他其实又提到说他花这个钱来看一场，我们都来看一场演出，我们都还特别提早订票，特别还订前面一点点的，整个人就好像在浸润在能量场里头。那刚好因为快过年了嘛，所以我就特别要推荐大家跟家人朋友邀约一起去欣赏神韵的演出。如果神韵正在您所居住的城市里面，不要忘记，然后我把连结跟影片放到说明区跟留言区，大家可以去欣赏去了解一下，赶快订上票或者是你也可以去
网络搜寻一下薛水福这个科学家，你可以看到我刚才分享的一些内容。好的，那我们回到这个节目的现场哦，我们继续跟珊珊老师来讨论一下。其实我们讲紫微斗数，讲说10年一大运嘛。那么另外，您刚才提到生命灵数，也提到流年，那也是了解到生命灵数其实也有10大运吗？对对对，生命灵数10大运就是只有到9，所以它的那个9会很长。哦，为什么它9特别长？对，因为9的话，它代表那个就是一切的走到终点，然后重新开始。所以到9的那一年，通常你的生活上会比较多一些什么那种意外啊、血光啊、破财啊这种灾害的发生。哦，对，是。那所以就是说，我们变成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在生命灵数有10大运，那是在哪一个数据？也是跟刚才提到的是，比如说7呀、8啊，是这个意思吗？6、7、8这样子。就是像紫微斗数，它是讲10年一大运嘛，所以你每10年会过一个关，会过一个坎，对，那个都是注定好的，就是那个时间让你可以算是遇到一些关卡，然后去磨练你，然后提升你的道德跟你的心性这样子，对，然后让你有所成长，对，那所以每个人10年之内一定都会遇到一些关卡，那这些关卡通常都会在流年5跟流年9的时候发生。对。那我可以请教一下，比如说流年6、7、8，我们赚到钱，那这3年做得好，比如说好像一辈子不愁吃穿。那我想请问，因为这是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吧，所以这3年是为什么是我们人生最关键的赚钱时机？那假设说万一啊，真的我们也不知道流年有没有去算啊，那我们如果没有把握住，会怎么样呢？你就只能等下一次啊。对，要等10年吗？对，不用等到10年，看你的现在灵数是几号。如果你现在已经是9了，那你就超过了嘛。就已经过了，对，那就要等下一次。对，就等下一轮了。我们讲的10年一大运的流年6、7、8这3年是很重要的。因为6的话就是代表贵人会帮助你，会投资你，然后会给你智慧跟财富，让你去创业或者是做生意当老板之类的。或者是教你如何去投资。那7的话就是你要付出努力嘛，因为你拿人家的钱，人家投资你，所以你要去做功课，要去付出努力。然后8的话就是你收获的时候，所以6、7、8这3年是最赚钱的时候。当然哦，你在这3年之前，你还是要先做功课的。对，因为你要吸引贵人靠近你的话，你必须自己要有一种所谓的贵人磁场。就是你要提升你自己的频率啦。对，通常那种我们所谓的贵人的话，就是社会上比较顶尖的人嘛，他们就是比较有权力、比较有智慧、比较有财富。对，那他们愿意帮助你，要表示他看得起你，所以你要跟他接近，你的能量跟频率也要提升到跟他们很接近才行。那这样子你说到一个重点了。刚才提到说我们能量啊、频率啊，也要跟他们比较接近嘛。那比如说我们自己要做一些事情，那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因为这个还蛮重要的。珊珊老师，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自己的修为上要努力，或者是要去寻找更多的知识，或者是你有什么样的比较具体的一些建议呢？这样我有一张那个图片可以先看嘛，就是那个可以，就是有一个圈圈，然后画成3等份那张。可以，就是改变命运的就是比如说我知道这个重点了，比如说具体讲一下好了。假设今年是比较好运气的人，比如说我们正在走到6、7、8，那我们的生活其实没有改变，每天一样上班，下班2点一线这样子，然后放假也在家里。这样会不会错过这个难得的一个机运呢？比如说财运啊、桃花啦，还有贵人运呢，有没有可能会错过？会错过。对，所以我们因为我们讲运气嘛，就是你要运就是到处跑啊，你的气才流通，所以运气。所以你要多接触人，你才会得到别人的帮助，这样子。对。
所以尽量这3年，如果您在6、7、8这3年的过程中，大家要注意了，我们要怎么走？好，改变命运的3要素，我觉得这个讲的是非常的很具体，但是我们要怎么做呢？来，刚才那张图可不可以再给一下山川老师？那张图打开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图其实是我们命理界的算是秘密啦。就是我们一般是不会给人家看这个的。对，就是因为这个是事实，就是事实。就是我们人要成功的话，如果说100分叫做成功，那你的33%就是你的先天的那个命盘，就是你的生日，然后还有你的天赋，然后还有你的健康，这是占33%，就33分而已。然后另外33分的话，就是看你前世的因果业力的功德有多少，就是你的福分有多少。是。然后你这辈子有没有在做善事，所以这个也占33%。然后还有最下面这个叫做风水、姓名跟开运这个方面的东西，那它也占你生命当中的33%。所以这样总共加起来，你如果都搞得很好，就是比如说你命底有什么，你就去发挥啊，你也注重健康，然后你也做很多的功德，然后就是差了一点点，可能就是家里风水改变，你马上就出运了。或者是改个姓名，你也出运了。就是有人就是差那33。好，那这是以3部分来讲，但是你看它总共加起来不过就是只有99。是。它为什么没有到100分？因为它1分那个保守的最重要就是那1分，那1分就叫做改变自己。是，就是你要愿意改啊。比如说呢，我们可以再具体一点。我想很多人，我不知道现在在看直播的朋友们有没有觉得，你这样山川老师讲，我们要具体改什么？大家会有兴趣想知道吗？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很具体的话，如果说像我们每年，因为2026年它是属马年嘛，就是我们讲的九紫离火运里面的马年，所以马年跟明年的羊年这2年都是火最多的这2年，那等于是人世间的一些天灾人祸会比较多。对，然后政治方面也会很乱，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就是要让自己学会清醒啊。因为2026年它就是属于一种灵魂觉醒的一年，所以很多事情你会看到很多事情的真相，然后就看你能不能脑袋清楚一点，选择正确的路，然后去提升自己的道德，然后提升自己的良知，你才能够好好的走下去。因为这个地球的维度一直在不断的提高，所以我们人的心灵啊道德也是必须要不断的提高，你才可以在这个地球上好好的安稳的活下去。我觉得这个其实跟我们过去其实有一些我觉得其实跟我们很多健康专家其实讲的也是很雷同。那但是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在心灵的方面是更提醒了我们，因为我记得也是很多专家提到说你要做一个善良的人。我觉得我们过去可能只想说这是一个思想行为的事情，但是您刚才其实讲的非常具体，就是我们的地球的纬度一直不断在提高，那如果我们要在这里很安稳的过一个生活的话，我觉得其实就像刚才山川老师，就我们的自己的维度也要提高，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我们的道应该是说人的道德与良知，道德跟良知也要提高。对，我觉得这个是2026年算是一个灵魂觉醒的一年，因为你会看到很多人事的变迁，或者一些疾病的发生，然后人世间的一些生老病死，你会看得很清楚。对，所以很多人都会从此他的灵魂会觉醒。然后就看他是选择正确的道路，还是选择不好的道路去走。对，就我觉得就是我们还是有自己要选择的时候，虽然老天爷给你安排了一个这样子一个生命，但是我们要怎么去选，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就要
我们看过很多电影电视，有善恶两条路，我们就简单一点嘛，善跟恶，那你怎么去选择，怎么觉醒？好，那我想接下来很重要了，我们下周其实要就是过年了，哎，这个讲到是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要特别要提醒大家了？比如说，因为我们下周是要过年了嘛，过年之后很多人就想换工作啊，现在很多人也是想说创业嘛。那我可以请教一下山川老师，我们今年走哪个流年的人比较适合创业跟换工作？我通常创业的话就是生命灵流年的话是一啦，一还有那个是一的话就是重新开始，开创新局跟创立新的公司，所以通常很多老板创业的那一年都是流年一，这是真的哦，就是你看这老板最近开店了，你去拿他命盘来看，他刚好走到流年一，这都很准的，这个。因为一都代表他的生活、生命或是事业重新开始。是，像我之前认识很多就是摆夜市啊、地摊的老板，我都有帮他们算啊，他们新来这边摆地摊嘛，然后我就帮他算，真的都是流年一。就开始创业，就是生命灵数走到一的时候，就特别是流年走到一，还是生命灵数走到一？就这个流年走到一，流年走到一的就是比较适合创业。好，然后还有的话就是流年五，对，因为流年五的话，它就是代表突发状况、改变还有迁移。好，所以可能因为我之前也是遇到很多客户，他们就是在那年换工作的。比如说找到更好的工作，或者是跟同事处不好啊，那年他就换工作，就刚好那年就都是流年五。那这个部分就是公司有发生一些突发状况嘛，或者是跟同事不和啊，还是跟老板吵架之类，反正就是那一年你会发生很多的 trouble， 是，对，就是有一些人生的一些变动这样子，对，导致你在那些公司可能不想待或者待不下去，对，然后很多人就会在那一年选择换工作、换老板这样。所以如果最近有身边的朋友正在换工作的话，也许他是流年刚好走到五，或者是你要去创业，有可能是走到一。好，那么重点来了，就有哪些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比如说你创业啦，或者是可以有一些走哪一个运势的部分，但是有些还是要注意哦。比如说出门在外，您会提醒哪一个流年的人要特别，比如说有一些意外灾害啊，或甚至破财啊、犯小人，因为这个部分还难免一定要谈到嘛。那有哪一些流年的人是要特别注意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流年9啊，对，但是其实流年5也是会发生一些事情啊，对，因为你看比如说流年5你失业了，那你是不是就没钱？那一样也是破财。对，所以流年5跟9的时候，基本上都会比较多麻烦事发生。尤其是在流年9的时候是最可怕的，因为我们中国人讲逢九必衰，逢九必败嘛，就是那个9。对，所以你流年9的时候，就是比较容易发生一些意外、血光、灾害跟一些破财的事情发生。对，所以那年要很注意。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就是在比如说哪一些流年的人，我们在工作、人际关系，包括婚姻上，会有一些重大的一些改变或者一些危机，要有一点心理准备，是不是就是5跟9呢？对，这2年就是你生活当中会，5的话就是50%的 trouble，9的话就是100%的 trouble。听起来有点恐怖哦。我们等一下会请珊珊老师教我们要怎么去做一些调整，我们自己可以去做的一些事情。但是我们还是要把这些先告诉大家。好，那刚才有提到流年5会让人比较有一些变动啊、不安啊。那么有什么哪一个流年的人可以比较稍微稳定的呢？就是你算流年数里面最稳定的话，就是4的那一年是最稳定的。4是最稳定的。对，就是那年就是1、2、3、4的4的那年，它就代表一个桌子的4只脚嘛，所以那一年的话，
你很多之前1、2、3不稳定，前3年不稳定的事情，到4的那年都会稳定下来。包括你的工作啊，或者是事业啊、婚姻之类的，你都会在4的那年稳定下来。是。好，那我们刚才已经讲到1，讲到5，讲到4，讲到5，然后讲6、7、8、9都提到了，剩下还有几个？比如说流年3，我们还没提。那么流年3会有什么样的机运？3的话就是代表学习，那年叫做学习年，就是提升的一年，所以3的那一年就是你会有一些事情需要你去学习，那有可能是公司老板叫你去上一些课啊，或者是拿一些证照回来之类的，或者是你想要创业，那你可能会想要花时间去学一些新的东西，所以流年3的那年就代表学习、提升专业技能，所以是一个学习年，就对了。是，所以流年，如果您是这样走到流年3的话，这时候赶快去增进你自己的专业啊，或者考证照啊等等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好，那接下来我们在讨论，在跟珊川老师讨论之前，我想跟大家推荐一个健康的小帮手啦。因为最近很多朋友会问我，私下会问我说，平常啊很累，但是又不想吃太多一些刺激的补品，有没有比较温和可以天天吃的选择？最近我自己我有在尝试，就是跟大家分享这款叫做西洋参高级的萃取精华，它叫保参。那西洋参跟大家熟悉的东方人参有一点不一样，它是属于比较温和不燥热的补气的类型。那在中医里面常常用来补气又养阴，比较适合一些比如长期疲劳、压力大呀，或者睡眠不稳，甚至包括您正在经历更年期前后比较上火，但是呢容易上火又没有觉得很没有精神的这些族群都很适合。因为西洋参之所以现在在临床被很广泛的运用，就是它是有人参皂苷，还有多糖体，它是比较属于温和的，可以帮助我们身体调节压力啊，包括支持免疫跟能量的代谢，可以作为预防性的一些保养，比如说高血压啦、高血脂啊等等的肌少症啊、反复的感染、贫血，还有血栓，甚至包括老人失智症，都可以用西洋参来保养身体，因为它可以活化我们的脑部嘛。那最近有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我一个朋友的他的亲戚，他80多岁失智了。然后他后来就吃了这个保参，3年之后，他慢慢的记忆恢复。他本来是儿子女儿，其实名字都不太记得了。后来他真的慢慢想起来，还记得名字，一直到他105岁离世的时候都这样。因为西洋参可以帮助活化我们的大脑细胞，所以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可以点击影片底下的留言区跟说明区，推荐给大家哈。好 ，OK， 那我们继续跟珊川老师讨论。我想刚才提到了，就是有关于流年嘛，包括讲了1、2、3，2好像没讲到，2是哪一个啊？2刚才有讲到，就是它也算是桃花。哦，2是对对，2是比较小桃花，对，小桃花，然后6是大桃花，6是大桃花。好，那我们刚才其实等于是1、2、3、4、5、6、7、8、9都讲完了。那刚才都有讲到每个流年不同的，针对的不同的一个运势。那有没有什么方法是不管走什么样流年的人都能在新的一年开运，然后转运，甚至是可以赚到，就是会有一些正常的，应该是说会有比较稳定的一些收入呢？重点来了，这个大家一定要赶快听哦，这个很重要。OK， 对，那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中国人讲过年就是要除旧布新，是，对，所以过年你一定要大扫除，而且要把你们家打扫干净。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就是消费习惯很不好，就是一直买，所以堆着家里到处都是垃圾，然后就会形成所谓的垃圾煞。好，所以到处堆满的东西，那你家就是风水不好。就算有财位的地方也被你堆垃圾，那就更惨了。好，所以一定要第一个就是把家里打扫干净。对，然后有时间的话，可以去买一些那个艾草回来熏一熏，然后把家里的这个空间场熏一熏，净化一下你自己的房子。像你把过去一整年不好的家里的一些累积的一些负能量，或是带进来一些负能量，就是用艾草熏把整个房子熏一熏，每个地方空间都要熏，厕所也要熏，房间仓库都要熏。熏完之后你就发现哇，你的整个家里焕然一新。
你也打扫干净了，然后又净化你自己的房子。好，这是第一点。对，然后还有第二点的话，就是要在家里设你的财位啦，就是每个家一定会有财位，而且不止一个。那像今年的2026年的话，财位是在正东方，还有东南方。哦，所以你在这2个地方的话，可以部署你自己的财位。那做财位就是有要注意的东西，你们可以自己上网搜寻一下。对对对，然后还有你不止客厅有财位啊，你的房间啊，家里其实每个房间都会有财位。然后我是建议大家就是最好都做，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漏失掉，就是每年不会变动的所谓的流年财位。然后这是第二点，就是设财位。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就是要好好的提升你自己的心灵跟道德，还有就是我们的身心灵都要提升啊。就是你可能过去一整年，好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好，因为每天上班下班累得半死，所以身体没有把自己照顾好，所以的话就是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然后把一些过去不良的一些坏习惯啊，一些旧有的模式把它去掉。然后在新的一年，就是要让自己生命重新开始，我们讲的重生，就是让你有一个新的健康的身体，你才能够去好好的顾好你的生活，打拼你的事业。对，然后我们讲的提升不是只有健康啊，就是身心灵方面都要有所提升。对，还有包括像我们一般也会叫人家带一些水晶啊，或是擦一些精油之类，就是可以提升自己的能量，就很像你去庙里拜拜，然后会拿一些护身符回家一样，那个都是属于开运风水这方面的东西。对，这也是可以帮你辅助到你的身体的能量，帮你做调频。是。所以就说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在过年的时候，大家还是不要忘了这个传统，就是一定要把家里整理干净。因为其实上一次我们采访的那个打火哥嘛，就是前阵子不是就出现火灾，然后这个居家里面啊，就是有太多的这些堆积的一些物品，然后阻断了这个逃生口，所以大家开始注意自己家里应该要把它整理干净。那因为我们之前采访过那个廖哥，就是他是整理师，也提到说家里一定要整理干净。然后整理干净之后呢，我觉得其实啊，他也是很有感啊，他也是在他在他的脸书的专页上面分享，他觉得这是真的是一个很断舍离的过程，也是一个净化他觉得就是也是一个净化他内心的一个过程。如果您家里你发现了，我们讲完就是你家里真的是有堆积的一些东西的话，那真的是要稍微借这个机会，一定要把它整理干净。那相对来讲，就是把风水也都安排好了，然后同时这个还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觉得这个是真的一个很重要。然后自身的修为，我想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其实可以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就很多流年啊、运势啊，其实这些真的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得到的哈。把家里整理干净，我讲这个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然后自己的修为也是要注意的。好，那我想其实2026年是九子离火运嘛，那这个九子离火运也在中医也是提到的这个，那也是提到说火运很旺的一年，各种变动也都很大啊。所以我想请教您，如果我们现在有些观众他可能就是正在想要创业，或者是说他想要做一些投资等等的，那就从我们是从这个流年来看好了，就火运这年来看的话，适合做什么样的工作或投资呢？这个里面会不会有讲呢？九子离火运就是基本上是从2024到2044，这20年我们叫九子离火运。对，是。那这20年因为走火运嘛，所以跟火的行业有关的都会赚大钱。那相对的跟它没有关系的话，就是会赚比较少，不是说没有赚就是会赚比较少。对，像我们火的行业来讲的话，最大宗的行业就是吃的，就是那种餐饮业。大众餐饮业就是火里面最大的一个行业了。对，所以做吃的是一定会赚钱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跟火有关的话，就是电光石火跟电有关的，它也会赚钱。所以像那种
电脑啊、电子类产品啊、手机、3C 这种东西，基本上会持续再赚20年。哦，对，所以今年像这种比如说就是包括网络啊各方面啊数字啊，就是这些都是非常热门的，包括芯片啊等等，就是应该是这几年来是非常受到关注的这些行业，也都是在接下来的也是会比较从今年开始也是比较受欢迎的行业，对不对？对对对，尤其是因为这2年的灾害比较多，所以这个网络方面的这种新媒体这种东西会更加的广泛流传，所以会很多人在这方面去发展事业赚到钱。对，然后还有跟火有关的行业，还有我们讲的薪火相传，所以就是传统的一些非常传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这种也是会，因为很多传统文化东西其实都快要失传了，所以在今年就是在最近这20年会重新再翻出来一次，让大家懂得去保存那些古代的一些传统的东西，尤其是文化方面的东西，所以跟传统文化有关的东西也都会赚钱，包括那个艺术啊这方面的东西，美术啊，然后一些什么那种非遗资产啊什么之类这些东西，对对对，那种东西都是跟传统文化有关的都会赚钱。哇，然后还有一种是您说，还有一种就是那个就是火，它也代表那个心，就是五行里面的我们心脏是属火，对，所以跟身心灵有关的，跟身心灵有关的行业都会赚钱。所以未来20年这个地球上人们因为看到了太多的天灾人祸发生了，所以大家的人心惶惶都会不稳定，所以大家会想要去找个心灵上的寄托，就会让自己会找很多的方法让自己的情绪能够平静下来，所以身心灵行业在这20年会越来越赚钱。对。然后还有就是火，它也代表那个因为火的话就是在古代五行来讲的话，它就是我们讲的朱雀，它代表南方，代表朱雀，然后代表火凤凰。那朱雀这种神兽就是凤凰，它是非常爱美的，所以跟美有关的事业在未来20年会越来越赚钱。好，比如说什么美容啊、彩妆啊，然后医美啊、整形这种东西，也是在未来20年会持续很赚钱。对，哇，那这样子说起来，其实有一些行业就是有涵盖到了，包括饮食餐饮业啊，然后包括美容的行业啊，然后包括就是身心灵方面的，我想这些都是一个现在比较火红的，因为包括现在我们讲说，因为其实有一点点极端哈，你看那个 AI 现在非常的爆红，因为这几年来就大家就一直不断的依赖 AI 啊，我们很多事情也都是 AI 来帮我们处理啊，有什么问题问 ChatGPT 啊，然后但是呢，又有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也就是说传统的东西它会开始受到重视，会开始慢慢的大家就会走到一个传统的，包括艺术啊、美术，可能各方面都会走到传统的美术。那这一点其实像新唐电视台。每一年都会有这种9项的，就是传统的艺术的大赛，包括摄影啊、油画啊等等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也有这样的苗头，因为这几年来很多人来就是参与，而且作品都非常的优秀哦。因为我前阵子才去看了就是美术的部分，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就是美术的造诣非常的高。所以我就觉得哇，看到这样子的，刚刚听完珊珊老师的分享，我也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那当然我想呢，每一年都有不同的可能会发生的世界发生的事情。那今年其实我想珊珊老师也给我们大家很多的一些在他来看的，从流年啊，从生命灵数的角度来看这个，也提供给大家一些参考。我想每个人的命是不一样，因为每个人出生年月日时间什么也不一样啊。如果是从这个角度上来看，那每个人的际遇也是不一样的，所以也是真的是提供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指标跟参考。那么最后还是请珊珊老师给我们一个比较重要的，因为今天的差不多我们讨论的问题也就到这里，但是希望你可以给大家一些重要的建议，好不好？
就是比如说，因为大家都觉得去年已经发生很多事情了，但是有很多不同的角度又说今年又要发生更不稳定的事情，然后现在看起来有一点点的苗头，就每一天好像不同的新闻啊，不同的灾难啊，然后也不同的好事也有发生，所以可不可以请您给我们一些您从您的角度来看的，帮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整理好吗？因为马年是变动比较大的一年哦，所以就是人的心人的心跟情绪都会变动很大。所以我们前阵就看有一些像那个我们台北不是有那种捷运杀人那种事件，是，就是现在有的人他的情绪本来就有一些情绪上面的压力或是疾病，然后在今年都会爆发出来，所以大家就是要远离这种人啊，会比较安全一点。所以我们就是重点就是要把自己顾好啦，然后眼睛要放亮一点。就是如果在外面遇到这种都感觉他精神状况有问题啊，或者拿刀走来走去，我们大家都要小心。拿刀走来走去。就是今年的话，我们要学会就是忍耐过日子啊，对，就是不要跟人家随便就起冲突，是很危险的事情。那像有人超车，你超他，没多久他就把你拦下来，然后拿棒球棒去揍你。就是这种事情在新的一年会比较多，对，而且今年又是火，再加上九子离火，9个火，所以很可怕哦。对，甚至有的地方都会频频发生一些火灾，这都是正常的。对，是，所以其实珊珊老师刚才也强调，就是我们自己的修为很重要。如果你没有办法你控制你自己的情绪的话，你除了身体会被影响，那你还会招来一些可能不好的一些因素。你可能碰到这个人，刚好他就是有这个情况的话，那你可能就是会有一点点一些灾难发生吧。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很重要的提醒。还有刚才老师您还有要补充的？有，对，火的行业还有一个就是军火，就是九子离火运应该是火运嘛，对，那军火行业这种兵工业它也是属于火的行业兵工，那这也会赚钱，对，所以那这个赚钱对我们来说都不是好事，因为很多国家都会打仗，对，所以大家比较不想乐见，所以我希望能够大家就在这个饮食啊，然后我们自己的，比如说我们美容的行业啊，或者是您是做一些有关于生命方面的啊，就是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还有美容，然后化妆啊等等的，我觉得这些大家可以好好的去在这个行业上面精进。当然，传统艺术的部分，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好，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珊珊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个精彩的分享。我想大家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珊珊老师您最后这个提醒啦，因为今年真的是走到，我前2天也是听一个专家，就是中医的专家，他们也是来看有关于就是九子离火运，其实跟中医也很有关联，包括疾病的产生啊，这些都是有关联的。我想大家就是在今年要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好，比如说你自己的修为要注意，然后你可能就是不要太容易被自己的脾气啊引爆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具体的提醒，不然有可能还会引火上身。所以这个非常感谢珊珊老师今天带来精彩的解说，谢谢珊珊老师。我们可能未来如果大家有什么样关于这种生命灵数啊、流年啊等等啊、风水等等，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也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然后我们有机会再请珊珊老师来为我们做解说。好的，谢谢珊珊老师，谢谢。OK， 谢谢你。谢谢。下次有机会，因为我知道珊珊老师有很多的一些案例，我觉得未来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案例，因为案例真的是很重要、很直接。好，谢谢珊珊老师，谢谢。好，谢谢，拜拜，拜拜。我想2026年是一个真的九子离火运，火很旺，变动也会很快。所以刚才提到了有哪一个，你如果正在准备转职啊，或者是你正在想要开创你的事业，你看看是不是自己刚好在那个流年上面。我想只要是你选对方向啊，我想自己心里也会感到比较放心嘛。那不管，我还是最后要提醒大家，不管您走到什么样的流年，一定要趁这个时候过年，我们把环境整理好，我们把身体照顾好，风水什么位置调好，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同时一定要提升自己的修为，要做一个善良的人。我相信运势自然会站在您那边。
好的，那如果您身边呢也有对流年啊或者生命灵数等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把这一集分享给他们。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看，不要忘了离线前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